How I Guys Doing？我是树哥。因网友的提议呢，我们今天要来 DIY NAS， 但是我们是要用最便宜的方式来 DIY NAS。那我们是要用旧的笔电来自己 DIY。当然，你想用旧的 PC， 或者是你要新买的硬体来 DIY 也都行。不过呢，我们今天要用的是这台 Alder Lake 的 CPU 的笔电来 DIY NAS。当然，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这台笔电呢有2TB 的 SSD， 那这么大的空间实在浪费，反正也没在用了，我们就赶快来体验怎么 DIY 吧。现在来讲解一下这个环境的部分。那环境的部分说，一般我们家里环境都会有这个电信商，比如中华电信的路由器、数据机，然后再还会接到说你的这个无线路由器 WiFi router。那你的 WiFi router 上面，你就会有无线的，比如说连接到你的手机嘛，或者是你有接线有线网络到你的个人电脑，或者是笔记型电脑。那我们这次就是你的这个要将有线接到你的笔记型电脑。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这次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一台笔记型电脑呢，上面有 Windows 嘛，然后在这个 Windows 上面，我们安装这个 VM Virtual Machine 虚拟机，然后在这个虚拟机上面，我们再执行这个开源免费的 TrueNAS Scale 这个 OS。那这个是最主要做的步骤。那当然，你做出来这个虚拟机的环境之后，我们定期会将这个 VM 备份出来。那定时我们就将 VM 备份出来之后，当你比如这台旧的笔记型电脑或者是你用 NAS 或者其他的方式组的时候，它坏掉了，那马上你就可以把这个档案放到另外一台新的笔电 PC 上面，重新只要架好 VM 就可以完整执行你的原本的 NAS， 不用担心你说环境你要重新设置很麻烦嘛。那这个就是我们这次的概念。那这样的东西我们还有需要什么样的物件呢？就是比如说你可以用不用的电脑 PC 或笔电，像我们这次用笔电嘛，那使用 16G 的机体之外，那你至少其实要有 8G。 那你的硬碟容量至少大于 16GB。 那我们本次使用的是 2TB 的 SSD 硬碟嘛。那再来就是你要去安装这个 VMware 的 Workstation Pro， 这个就是 VM 的软体。那再来是 TrueNAS Scale 的 Image， 就是免费的开源 NAS 作业系统。好，那这就是很重要需要的一些物件。那我们第一个首先要准备什么呢？我们要准备的就是这个 TrueNAS。我们可以到 TrueNAS.com， 这个是一个免费的 Open Source 的 NAS 的这个作业系统呢。那我们首先就会到这个 Software 这边，然后选择 TrueNAS Scale。那当然还有其他版本，我这边示范的是用 TrueNAS Scale， 那自己想要玩其他的也可以试试看。那我就选择 TrueNAS Scale。那 TrueNAS Scale 的话，那我们就是下载，就是当然就是选这个 download 这个 stable 的版本下载嘛，然后就让它下载，让它下载完。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在准备这个 TrueNAS Scale 的时候，因为它这个版本呢，它需要一个最低的一个需求。那我们可以看到，它需要至少双核心的 64B 的 CPU。那你的记忆体要 8G， 它的建议更好只要 16G 嘛。然后它还有说大概 16GB 左右的 SD 的开机碟，然后2个相同尺寸的装置。好，那再来就是除了下来这个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打开这个去 VMware 这个网站去下载这个叫做虚拟机。那虚拟机是在干嘛的？我们就是要用这个虚拟区去在我们的 Windows 的这个笔电上面呢，去架起来这个 TrueNAS Scale 这个 Open Source 的作业系统。还有一个好消息，当然跟你讲，就是 VMware 它最近就是有提供这免费可以下载了。而基本上你就到这个 Product 这边选择到他们的 VMware.com 之后，到 Product 这边，那你再选择呢，它有这个 Workstation Pro 这个东西，你就选择这个 Workstation Pro 来选下去。那它就会带我们到就是准备要下载，那你就选择这个 Pro PC 下载。那它基本上呢，它会跳出sign in 的画面。那这部分我们就是 sign in 后登录。好，登录。那我们登录之后呢，
那如果你没账号，你就自己去登录。登录之后，你会到这里买 download 这里面去寻找什么呢？这里想啦，这 VMware Workstation Pro 你就选这个下去。选完之后呢，那你就选对应的版本，你就选这里有 Professional， 比如是在 Windows 装的话，你就选这个选项。看你选什么，那我们就选这个，然后就是按就是下载嘛。好，那我们接下来就选择这个当下的这个 VMware， 给它安装下去。好，我们选 VMware Workstation Pro， 那我们选这个个人使用。那我们还要创建 Create New Virtual Machine Typical Next， 那选择这个呢，找一下刚刚下载的这个 TrueNAS Scale， 这是2404版本。然后我们选 Linux， version 这边你就选这个 Other Linux Kernel， 因为我们刚刚的 TrueNAS 的 Kernel 是6点多版本，所以我们就选这个，然后再选 Next。那名字的虚拟机名我就选的叫 NAS， 那就下一步。那刚刚有建议它的 disk 就是大概16G 嘛，我们就设16 Next。然后这边我们少设定一个东西，就是记忆体的部分，我们就设到16G， 就是他们前面建议的16G。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Network Adapter 这边选这个 Bridge 桥接 ，OK， 就是按 Close， 那就确定 OK， 然后按 Finish。那我们这个初步就建好了。那再来就是，我这边我们再增加一个 hard disk 好了，就我选个 NVMe 好了。那我选个800，那这个的名字我就是 NAS 的 Disk One，OK。然后我再另外再建一个disk， 再同样的建一个800的，好 ，Next， 这个叫做 Disk Two 好了。好，那我们都设定完就按 OK 咯。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开始要安装 TrueNAS Scale。那我们选择这个 Power On。那我们要开始安装 TrueNAS Scale。那我们要开始安装咯 Enter。开始感觉有点累了。那接下来就是选择第一个 Install。那我们选择什么呢？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先存在这个 Virtual 这个上面，按空白键选择，那我们就是按 OK。那密码我们就大概自己随便选一下 ，OK。好，那接下来这边也是实际安装要花很久的时间，大概20分钟。平常你自己安装，你可能也可以洗个澡、喝杯咖啡再回来都没关系，等蛮久的。那我们 OK 咯，那我们再重启 Reboot。同样这边也是稍微等一下，不要没有耐心哦。这边要记得按 Enter 按下去。那我们这边快转一下。好，那再看到，那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呢，像这一个 IP 就是我们要记得的位置，大家记好，等一下会用到。好，那我们打开流传器呢，那这边就输入刚刚这个记得这个号码。好，那就到了这个NAS的这个管理控制界面，输入账号，密码就输入刚刚的密码。好，那这就是 NAS 的管理界面咯。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第一个先到 storage 的地方，去建立这个部，那我们就建立一个部咯。那名字就是 NAS 部。好，
那就开始选择咯，然后就选 Mirror， 然后就可以选 Next， 好，确定 OK 了，我们就建立咯。好，那这样就是可以让我们这完成建立了。好，那我们建立好 Storage Pool 之后呢，我们要先来这里去建立一个账号，额外的使用账号。那我就选测试好了，然后也帮他设一个密码。好，那 Group 的话，我是选，就把它选到 Admin Group。我们这个权限设定之后，你想要怎么样自己再设定。OK， 好，那我就先不用特别做什么选择，应该来看一下不同的选项。好，储存，那就成功建立了这个使用者。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这个 dataset 这边我们可以建立一个 dataset， 然后我可以取名叫做 NAS 吧。基本上就这样子哦。好，那我们就完成这个 dataset。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个做分享一个动作。好呢，那接下来分享动作，我们到这个 share 这里面要启用这个 SMB 这个东西，我要加。那是这个我们要分享出去，把它就这个 share。哦，等一下，储存，然后他问你要不要开启 SMB 设定，就是按 Start 确定。好，ACL 这边要怎么设定？好，那我就 on 那些 test， on the group share admin。完成。那我们做什么？接下来要登录我们刚刚创建这个共用资料夹。好，那我们要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档案总管呢，输入这个 NAS 的这个 IP。好，那它就跳出这个登录，我们就选择我们刚好创建使用者账号嘛，那就开始登录了。按确定。好，那你可以登录我们刚刚创建这个 NAS。好，那就完成了，你就可以在这里面就是上传你的档案。好，那关于一般的这个使用，我觉得很方便一件事情，你可以把像我们刚刚这个资料夹这个呢，把它放到 Quick Access， 这样就很方便。你看你这边旁边就有这个，以后你就是直接就是点这个，就到这个资料夹里面，你可以快速分享档案。那我们就示范一下分享到，比如说你的电脑上面的一个这个资料夹，这个照片嘛，我就布置，比如说我觉得直接点刚这个贴上来，就开始跑，那这个档案就已经进来我们这里面了，到你的 NAS 上面了。那传档就是这么简单。另外我们这边用 iPhone 来示范手机传档，那你就是到档案里面选择这个连接伺服器，那输入 SMB， 然后 IP 位置。那接下来就是使用账号密码登录，连接，好，那就到了你的 NAS， 那你之后就可以上传档案，就跟刚刚一样。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 Nextcloud 应用，那没有兴趣的可以先跳过到下一个段落。
好，那我再示范一个蛮好玩的东西，叫做 Nextcloud， 它就是一种云端界面，大家也可以玩玩看。那么示范一下，就是安装，我们就创造了一个 Nextcloud 的使用账号。好，那我们就选择 Install 安装咯。OK， 这就是它的安装完成咯。好，来这个打开。好，那我们刚刚这个安装过程完要等一下，然后接下来就是登录。那它也可以像一般的 Google Drive 一样下载手机的 APP， 那之后你就可以透过 APP 来下载资料，就跟那个Google 这样很像。那这个就是内部的一个云端。好，是一个简单的说明。那为什么我们要使用这样 VM 虚拟机器去架这个 TrueNAS 呢？那这背后的原因是这样子的。当我们使用这个 VM 的时候，你可以将这个 VM 它整个汇出来，它有一个备份的档案，然后那个档案呢，你可以将这个档案移动到其他的电脑，或者是比如说你原本这台电脑坏掉了，你就是把它放到新的电脑上面，将这个备份档案汇入新的这个 Virtual Machine 里面，就可以重新架起来你原本 NAS 还有里面所含的资料。那这部分呢，这就是我们使用 VM 的一个好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操作就是要怎么把这个 Virtual Machine 备份出来。好，那我们第一件事情是要做的是要将这个原本的这个 NAS Virtual Machine 的这个 NAS 呢关闭，确定咯，那它就会进行关闭。那这个稍等一下，好，那这样就关起来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小小动作。那之前呢，我们这个虚拟机设定里面有这一个 CD 有挂这个映像档，我们先把这个移出，先将这个移出，因为其实这个东西我已经用不到了，这只有第一次安装是我需要，然后说先把它移出咯。OK， 好，那我们现在关掉之后要做什么事情呢？要做的事情接下来就是这个 Export。是将档案汇出，那我就选择我这个 VM 的备份，那我就把它存在这里。好，那就是它开始汇出，那这个需要一点时间，那我们就等一下咯。实际的汇出要蛮久的时间，那我们这边其实花了30分钟，那我们这边就是快转把它跳过。那会看到完成了，我就看到这边就是我们的备份出来的档案哦。好，那这些档案就只是把这些档案，看你是要备份随身碟或备份到其他地方都可以。那这东西就是之后拿到别的 PC 上面就可以用了。那我们再说明一下这个档案。那基本上这个档案我们可以注意到，它这个像我们这个 NAS 这个档案呢，我们看它的 property 这个它是 OVF， 那这个档案最主要就是虚拟机的一个整体的备份档，就是设定的 OVF。那再来就是你看到这个 NAS D123，这是我们之前在虚拟机里面建的这个3个磁碟嘛。那基本上它内容你可以看到它的档案格式叫 VMDX， 就很明显就是 disk virtual disk， 就知道它这个是虚拟的硬碟档案。那最重要的其实我们只需要备份的是这4个档案，也最主要需要这4个档案就好了。其实应该是2种格式档案就可以了。那另外这 NF 的档案就是可用可不用，因为某些时候它因为这是一种验证机制，有时候你放到新的 VM 上面的时候，它会因为不同的 VM 版本、号码这些都会影响，所以它这个有时候需要这样的 NF 档才能让这个虚拟机正常使用。好，那这个是一个档案备份的概念。那大家就知道之后，以后就是定时你要汇出这些档案，然后去做备份。
我们这样子的组合的一个小缺点呢，就是你原本的笔电效能如果不是那么好，那煮出来的NAS那效能多少会有点落差。那我们还是建议说，如果想要更好的效能或者是更大的容量，那你还是自己买 CPU、记忆体，然后储存硬碟这样去组出来。当你组好那个 PC 之后，再用我们前面介绍的虚拟机方式来建立你自己的 NAS。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欢迎按赞、订阅、分享，拜拜。